大家好，我们是大叔中文。好，今天我们要聊的播客主题是脑洞如果算蛮脑的，蛮脑洞的，就是如果要你选择一位很久很久没有联系的人，你会选择谁？然后为什么你会想要跟他联系 ？Why？ 然后你的心路历程是怎么样？我们人这个一生当中遇到的人太多了，是不是有那么一个人在天涯海角，你想要去跟他联系？那你想要跟他说什么？我们就从灿叔开始吧。好，其实这个东西对我很好选择，就是说实话，就是在我的是一个人，就是在人生的过程里头，其实我并没有遇到那么多人。我是觉得，虽然可能也现在的快40岁，但是我并没有遇到那么多人值得我去留恋，或者说想和他有联系。我会觉得真正想联系的可能只限于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其实我们之前你们已经失联了是吗？不是失联了，就是说实话，就是因为很久没有联系，身处各自有家庭了，各自有家庭，身处在不同的城市。平常其实说实话，因为我觉得男生和女生不一样，女生有时候可以在比如在微信上啊，就是聊一些很琐碎的事情，分享一些情感啊等等。男人很少，就是除了像我们这种大叔中文这种之外，很少就是你在微信的时候去说这些东西，感觉会很奇怪。特别是就是首先就是你们的生活的交集越来越少之后，你会发现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会有这么一个状态。我这个朋友就是我以前说过高中的时候最好的一个朋友，我们两个都很喜欢文学，然后他写作的非常非常好，甚至我感觉他写的有点那种鲁迅那种风格那种东西。他之前还在豆瓣上工作过，然后后来又去做了一个在广东那边做这个公众号，做得很好。后来又和朋友开了电商之类，他应该是我们同学里头就是经济状况到现在应该是最好的了。他基本上已经，我是觉得他已经基本上实现了这个经济财富自由了。对，就是我发现其实我们以前有很长一段时间就是几乎无话不谈，在高中的时候有很多东西。大学的时候，其实我们不在一个大学，但是也有很多东西可以聊，甚至打电话等等。大学毕业之后，其实也还是，但是慢慢的发现就是越走越远了，因为我是觉得人在成年之后，你们面对的生活真的会把人拉得越来越远。其实，很可惜的就是可能我们彼此都不想走得那么远，但是又这个时代的洪流把你推着往前走。其实我也知道我这个朋友其实昨天他其实还在一定程度上联系了我，就是我们俩都有朋友圈的嘛，他在朋友圈发了一个对，不是点赞倒是不是点赞，他发了一个朋友圈，他说因为他在家里养了很多植物，就他是有点像典型的中国古代文人一样，他喜欢这些书法呀等等啊，很多东西这些东西，而且在家里养了很多植物，都绿植嘛，就是不开花的。他就说之前朋友说我家里都是绿植没有花，我现在终于养了2盆花，我看一下感觉还挺好的。然后他就是艾特了我，就是直接专门艾特了给我，然后我就收到这个信息。他说明这个状态下你会觉得他其实是想到你了，他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会觉得，因为在去年的时候他也和我说，去年有一次联系我也说就是他前段时间特别特别忙，现在终于可以闲下来了。他儿子也出生了，现在可能上幼儿园还没上吧，在家里带孩子啊等等，可能就是他突然和我说，就聊起了我们之前的这些文学梦啊等等。他说其实也想再写点什么东西，我们又聊了一阵子。但是说实话，就是因为毕竟生活在不同的城市，生活平常的这个所有东西都不一样，你很难有一个再进行一个像之前那种状态的这个交集，会觉得很可惜。联系他，你要跟他说什么呀？你为什么想联系他？就是聊一聊以前吗？还是其实这个我就成年人之间，比如说为什么联系他？其实要是比如说我要去
有机会去广东那边，比如说自己一个人的话，我会去找他去转一天，就是我们一起走一走，吃吃饭呀，聊聊天，随便说一些很琐碎的事情。我不想通过在网上和他去再聊什么东西，我觉得在网上我也聊不出什么东西，说实话很难就再深入的去聊任何东西。但是见了面，有时候就是见个面图一个陪伴这样而已。对，就会那种感觉，可能就是希望这种感觉它是长久存在的。虽然知道它可能会慢慢飘远，但是还是希望它是珍藏在内心的一个东西。是希望就是真的在有机会再见面，还是往昔的很多东西会回来。当下可能我们都会有很多变化，但是往昔的很多东西一直是珍藏的这种感觉。下一个啊，这个好棒哦，这个可以聊真的可以聊一集了。就是其实灿叔刚刚讲，就是我也有很多高中的同学，就是以前年轻的时候真的是死党，对，都是每天都是一起玩，一起过生活的。然后因为对我有一点冲击，是因为我那个时候高中时期有4个，加上我4个很好的朋友，无话不谈。然后我们会一起去骑的摩托车到很远的地方，可能骑个6个小时，然后就游山玩水。那个就从你摩托车下来，屁股是麻痹的那种状态。6个小时，但是年少轻狂的那个时候，真的我们这样子几个死党这样一起大概2-3年，然后很开心，就是年轻人该做的事情我们都做了。然后我觉得冲击的是，刚好昨天我这几个死党有一个结婚好几年了，然后其他3个包括我都没有结婚。昨天我感到冲击最大的是其中一个结婚了，然后他的太太是越南新娘。然后因为我说的这个同学，他其实后来就不在台北住了，他流浪到台湾最南端的一个小镇叫垦丁，他就在那里找了个邮局，在那里当那个邮局的服务人员，垦丁做了好几年，是吧？对，垦丁很有名啊，对，蛮有名的，对，一个算是旅游景点，非常有名，台湾最南端的一个地方。然后他就在那边可能过着好像度假的那种生活，也很悠闲。他在那边的邮局上班。那我一直知道他的近况，但是昨天知道他结婚了，我有点惊讶，就是心里有点起波澜，就是50岁了，结婚了，然后我真的很祝福他，所以我那时候在我们这个群组里，我就特别跟他说恭喜你，老兄弟终于结婚了。他也特别艾特我说，谢谢你的祝福，我等很久了，就是这样，他等着我的祝福。对，所以这个感觉就真的是老朋友，你知道那份默契是永远不会消减的，就是你知道这个人惦记着你，你也知道你们曾经经历过的那个东西已经成为你的记忆的一部分了，是不会不见的。对，那我讲了那么久，不是我想要跟这个同学联系。我其实想要联系的就是我的初恋吧。对。等一下就是你得连上把这个故事。就是跟我刚刚讲的完全没有关系了。就是刚才讲干嘛？因为刚刚讲的那个话太想起了，对我的感触。因为其实我跟这些高中同学还是断断续续有一些联系，还是有，没有说不至于断联很久。但是我记得我当兵退伍之后，我找了第一份工作，这份工作找了3个月之后。发现工作很稳定，然后我就在网络上开始找了一些，比如说交男女朋友的那种聊天室啦，那时候很流行网络聊天室，在那个时候就认识了很多人。然后我就记得那个初恋就是也不算谈恋爱，就是 puppy love 吧。然后我记得我们几个好朋友约好了去 KTV 唱歌。然后他就点了，我是歌神，你们都知道嘛，所以我就唱了一堆很高音啦，然后很多很流行的歌曲。然后我就注意到这个女生静静的不说话，也不跟任何人，不跟任何人交流，
但是我有注意到他，就是他的长相跟气质都是我觉得我还蛮喜欢的。对，我就在观察他，虽然我这边在唱歌，可是我其实眼睛是在观察，对，在观察他的。他那时候就点了一首《黄昏》，小刚的歌曲，对，很感伤的歌曲《黄昏》，我从来没有听过那首歌，没听过，对，我那个时候从来没有听过那首歌，然后轮到他唱的时候，他就缓缓的举起麦克风，就唱起来了，然后我就突然觉得，我开始注意到这个女生，就是她的想法、气质，为什么她会喜欢这首歌？会喜欢这首歌的人，一定有一些经历，有故事，有故事的人才会唱这首歌。对，所以我那时候这首歌是伤心失恋吗？非忘了，对，非常感伤的一首歌啊。然后，所以我后来我们唱完 KTV 之后，我听过，但我忘了歌词，好像是那种追忆以前特别有点绝望了，对爱情有点绝望，应该是分手过后的那种，对，很难过的，很悲情那种歌曲。对。后来我就在聊天室，我特别会跟这个女生聊天，去聊她的过往。那她就跟我熟了之后，她就分享说，她之前有一段恋情，她很喜欢那个男生，然后但是这个男生喜欢上别的女生了，所以他们就分手了啊，等这样的一个，他就分享他的生活吧。对，那后来我们两个就越聊越有默契，越聊越彼此喜欢。然后我们那时候常常去那个淡水那边，然后码头看着海，就分享，就是真的是一种 puppy love。那时候没有想很多，就觉得这个女生什么叫 puppy love？就是年轻，就是年少轻狂的、很纯粹的那种恋爱 ，puppy love。对。然后就那个时候因为年轻吧，就这个不是茶树你玩游戏一直玩游戏，然后那个女生是那个女生吗？一直来不，那是另外的了。另外的茶树情史很丰富的，好不好？也没有丰富啦，就是我记得的啦，就是这些。然后后来过了可能半年了吧，就这样喜欢半年了。我们也常常去逛街，然后聊聊天，然后就是有一天晚上他还会寄一个就我们两个接吻的那种自己合成，他电脑蛮厉害的，合成的照片什么的，然后觉得这女生还真可爱。那后来因为工作越来越忙，然后接吻不就是接吻怎么合成？没有，就是他会合成在一起。就是他会做一些比较有趣的，你们两个没有在接吻，然后他做成接吻的样子，然后做一些特效。那时候会特效是很厉害的人，是的嘞，那个年代，对。然后就是他是处女座的，他的感情很纯粹。不要大喘气。我是天秤座的，我的感情很不稳定，我喜欢追求虚无缥缈的，因为天秤是风象星座嘛，就是所以我那时候我知道他就是很纯粹的爱，但是我就是一种浅尝一下好玩的那种心态，所以后来我记得在一个简讯里，我就说你不要再联系我了，真的很烦这之类的话吧，因为那时候工作很忙很烦，渣男。但是那个女生又希望要有一个专注的爱，对，但是她的个性也很强她就说好，那我不再联系你了，谢谢你，这一阵子陪伴我，她就真的从此之后再也没有回过我任何电话，也把你拉黑了吗？他直接换手机了，他直接换手机号码，很决绝呀，对，很决绝。然后所有的电脑上的联络方式也都换了，我真的找不到他了。可是你不知道他住在哪里啊什么的。我知道他住在哪里，可是不会找他，对，就是那时候会没有那个勇气去找他，因为是我先用很幼稚的方式结束了一切。你还知道他的地址在哪里吗？我知道他的工作地方，也知道一切，但是那个时候没有勇气去再找他。但是过了好几年之后，我想再去找他，不管通过以前熟悉的网络的各种方式，跟他再去他工作的地方，再去他以前住的地方，他已经都不在那里了。我甚至在
用一样的名字在脸书上搜寻所嗯有类似名字的人，也都不是他了。所然以后好几年后就一直心里想着这段，好几年后就心里会一直想着这段很纯的感情。然后听到小刚那首《黄昏》，又会想到那段过去，然后想到一个纯粹的爱，现在想起来是多么珍贵的事情，多么难遇到的事情。一个人可以纯粹的爱着你，所以现在也直到现在我找不到他，没有后续。我其实找他，我其实找他好几年了耶。哦，但是我知道，我知道过了好几年，有一个朋友告诉我说他还记得我。那个朋友是他们是好朋友，他们2个是好朋友。那你不但是你们通过他，你不能再找到他。我跟你讲，他说不行，他说他不想见你，对，所以你没有办法去勉强这种事情。所以过了几年，我跟那个朋友也没有再联系了，所以就整个都断掉了。但是我心里一直把这一段很纯粹的东西放在心里，偶尔。可是如果你联系的话，你有什么目的吗？你会跟他说什么吗？还是就是道歉我没有任何目的，我会用我如果再跟他一次联系到了，或者见到面了，我会用以我现在的查书，任何本能的反应状况去跟他相处。这个本能状况会产生什么样的结局，我不在意。但是我只求，如果我可以跟他联系上了，那我只求那么一瞬间，我们又联系了就好了。至于后面有什么结果，我都觉得无所谓，因为他也不再是他，我也不再是当年的我了。对，所以结果会怎么样，没有人知道。但是我会珍惜我们又重新连结在一起的那个感觉。所以我如果真的有这个机会，我会想跟他再见一次面。我其实比较 prefer 见面，就是因为你现在是单身，如果就是有一天很巧合的你也见到他，然后他也单身，我想过这个问题啦，我想过这个问题。他的容貌已经不是你印象中年轻的那个样子了，然后他可能经历了一段婚姻，然后从这段婚姻中出来了，这刚好是单身，脑补的挺多剧情。这个时候你们见面，我想过这个事情，就是如果我们再次见面，然后在关系上是可以相处的，那我也不排斥再跟他谈一次恋爱，但是我觉得他应该不会想要了啦。那时候那么没有理由、没有来由的就跟他断了，所以我觉得他不晓得，或许我不能去揣测任何可能的状况，但是我会随缘。有机会什么状况都可以发生，对，人就是这样嘛，你永远没有办法去决定未来会怎么发展。我只能告诉自己，现在有这个机会，我的心里怎么走，我就跟着我的心走，这样子我做会让我快乐，而且不会给别人造成不便或造成不好的影响，那我就顺着这条路随心而为。上天要我怎么走，我也觉得这样做让我开心，也不会妨害到别人，那我就这样走。我现在的心态是这样，我也不排除任何可能。对，所以我如果有这个机会，我会想跟那个他，我觉得我真的 prefer 见个面，不一定是试一试，我觉得不一定是试，甚至就是在某一个下午，我们再到淡水的渔人码头，再看一次夕阳，那对我来说都会是一个很难忘的经验。我们甚至不需要多说话，就图一个陪伴，我觉得我也会很满足。你还有以前的那个合成的接吻的照片吗？没有，那个电脑是多久以前的？那个时候的电脑是要用硬碟开机的耶，先生，那个是几百年前的事情了。就是要是在要是电影的设定的话，对，我跟你说电影设定的话，就最终可能就是2个人能见一面，这个时候在海边码头看看夕阳，结束了。这其实是一个很圆满的结局的。你真正的后面但是没有照片可以拿出来，就是不用，我觉得也不用想念他的时候，不需要任何具象的东西辅助我们。我就一个感觉啊，说实话，
我觉得再一次的相遇，他已经是经历了好几年10几年之后的不同的他了，我也是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的我了。那个时候的我们或许会用很成熟的心态来看待彼此的见面，或者是用一个很激动也可以，不管是什么样的心情，那个心情都会是一个全新的关系的感受。我觉得我愿意去感受，会很不一样。对，我本来想的是另外一个人，听完茶叔的故事，突然你又想到了几百个人，是不是？我这个真的怎么有点渣的故事呢？会显得我比较渣的故事。大家都喜欢渣，没关系。年轻的时候其实也不存在渣，说实话。就2012年的时候还在美国这么清楚啊？那个时候留学的时候。就是在国内的话，其实挺保守的，也没怎么谈恋爱啊，或者是有那个性行为什么的。不用聊那么细，没关系。就到国外之后，就是觉得那面就是各种想法都很开放，然后我自己也那个下载小软件什么的，没事就约会什么的啊。然后就有一次用小软件就发现那个。有一个邻居，就我们住在一个家属楼里边，是美国人啊。然后他没有头像啊，他有点饥渴，然后他你怎么判断没有头像很饥渴这件事情？因为我们俩说完之后，我们说，哎，我们就距离那个没有很远0米。然后我说是邻居吗？他说对，是邻居。然后我说我在2楼，他在4、5楼吧。然后他说那你现在想上来的话可以上来啊。然后家门是开着的。对，很饥渴，可以理解了。没有头像，我觉得我很年轻啊，也很敢的那个时候。我那个时候真的挺勇敢，但我一想是邻居也无所谓啊，起码是正常人，不能怎么样。然后我就上楼了，上楼之后，然后就进到他家里啊，但没有发生关系，就是2个人就聊天啊，他比我大10多岁啊，然后挺像这种，就自己在外还是有时候挺需要一个那个比你慰藉长辈的这种女性的那种关爱的话，还是有一点被温暖到那种。但我现在已经记不得他长什么样子了，但是还是对我有吸引力的一个长相啊。然后就感觉还蛮好的。插一个话，Ben叔，你是比较喜欢年纪比你大的女人？是的，是的。哦，对，是哦，对，他自己说过，就是一个恋母情节的一种因为我小时候那个缺爱嘛，就是缺围棋啊，就长辈的那个爱比较少。就第一次见面感觉蛮好的，然后后来就第一次见面没有发生关系。可能发生关系了吧？什么叫可能？什么叫可能？记不清楚了，但是就是感觉跟他那就是发生关系了啦。就一般可能发生关系，有的人就发生完就不理你了，特别是这种小软件上面的。对。但是因为他还对我感觉也蛮好，小鲜肉嘛，那时候真的那时候真的颜值巅峰，所以后来就是他是在政府工作啊，然后他也可能是因为在政府工作，他也不太喜欢把自己的那个头像放在网上，对，然后他总就因为我在那边没有车嘛，他总开车呀，带我去买东西啊，或者是送我到上班的地方啊，或者是约我打乒乓球什么的，就不只是性关系了，就感觉有往比较正式的方向迈进。但是后来呢，就是有一天我在他那边过夜了，一般我不在他那儿过夜。我在他那儿过夜之后，就是有一天起床之后，就突然发现那个身上有很多那个大包，就肿起来了大包。你身上啊？你的身上？对，就是那种浮肿的大包。
然后就是很大很大的一块一片一片的，然后挺害怕的，所以我就去诊所问怎么回事儿，然后诊所说你这个是被床虫咬的。床上面有虫子，就是美国不知道为什么那边床虫还蛮多的，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家太不干净，太不卫生了，怎么有床虫这种东西？然后就真的那时候自己上网上查完那些照片什么的，就感觉很恶心那种，对，然后我就觉得不行，以后再也不要去他家了啊，然后我就那时候很年轻嘛，就一冲动就把人家给拉黑了啊。就床虫而已，你何必呢？你就是换那个时候个床单就不行吗？那时候换个床就好了，也很年轻，也很容易找到那个新的慰藉，找到新的人，因为同时你有小软件的同时你不是跟一个人接触，是跟很多人接触的那种。但我先问你一点，你那个时候，我们先撇开床虫，你对那个女生厌倦了吗？没有啊，就觉得各方面都还挺协调的。所以真的是床虫的错，因为床虫那个东西不是说你换床就可以，它是会躲在一个地方，然后你必须要把所有的家具都拿出去，然后你要那种喷啊、杀虫啊，你要找专业的团队过来才能把那个床虫给那个彻底消灭。所以我是很害怕，我每次去他家，我会有被床虫咬，然后我回家的话会把这个床虫再带回家什么的。带回家里，OK。然后那个人就告诉我说，不可能，我觉得我们家没有这种问题。然后后来发现，其实床虫是你家是吧？后来发现床虫的问题了，因为我当时在那个华盛顿，我租房子蛮贵的。那时候我开始赚钱嘛，我就想跟父母证明我自己可以养活自己。虽然我妈给我很多钱，她不需要我自己掏钱，但是我自己就觉得，OK，我经济独立了，我要证明自己。所以最后那是2室1厅，就是我从一个卧室搬出来，我拿窗帘把那个客厅围出来一个空间，然后我住在客厅里边，我在客厅里边放一个床垫子，我睡在那个客厅里边啊，为了省钱嘛，但是我把一个房间租给了一个吉尔吉斯斯坦人，他也是在华盛顿只住1年，不到1年啊，然后有一天他就是说。你看你这个都没有家具，然后我看外面有人扔了一张床垫子，你能不能跟我一起把这个床垫子搬回家？所以我就出去跟他把这个床垫子搬回家了。后来发现那个床虫都是这个床垫子里出来的。对，这个床虫是来自我家，不是来自那个。好，等一下，当你知道这个事实之后，你的心里是惋喜还是就这样吧？就觉得自己当时太冲动了，就是觉得而且如果你诬赖了人家也对啊，对啊，我就诬赖完了，人家就是说，我觉得你这不行，你比我还渣，不行。那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人他还狡辩，明明就是来自他家，他还狡辩，我就太年轻了，拉黑了，真的。对，年轻的时候都是这样，那才20几岁啊，20不行，我真的为那个女生很抱不平，不行，你要找到她跟她道歉。就我后来就因为这样嘛，就是我有一个愧疚感，所以会一直记得这件事情。对。就然后我就还在回想，真的很气啊！如果我没有把那个房间租出去，我当时就用我父母的钱租房子，就不证明自己的话，说明就是现在就是几个孩子的爹了，可能啊，不是另一种人生了啊！对，就因为感觉跟那个女生也是很契合，各方面都很契合，然后觉得对方也喜欢你，很舒服，然后对，然后真的有往正式的方向迈进，然后就是因为这些事情，就是很偶然的事情，就一个接一个就这样会觉得很后悔，对，很懊悔的，真的会很惋惜，但我也没有这个人的任何联系方式，因为当时拉黑之后就。可是他是你的邻居，你们不是每天会碰到吗？
也不会了，就是住在一个楼，你觉得会常遇到吗？也不，只要不主动去找他，就找不着他呀。这时候，对，是，所以他也没有特地下楼去找你了，没有了。就因为我住在客厅，所以他知道我家不方便过来找我。就是他也是个，我觉得他这样听起来，他也是个好女人，就是他不会去骚扰你，或者是说，即使自己受到误解了，也不会说要讨一个公道。对，是的，所以我就我完全记不得他长什么样子，但是还是挺吸引我的。然后当时就后来就断联了，就我连他名字都不记得。所以像查书那样搜名字的方式也不可能，也没有办法。对 ，OK，我们要先向这位 Helen 女士道歉。Helen 怎么找出她的名字？我刚刚帮她取的 Helen。我们为这位 Helen 同学致歉啊！变叔当年真的是太年轻了，懵懂无知，以致铸下大错。查出你也不能怨我吧？我觉得。我们稍后再为那个女性道歉。先为 Helen， 我就很气那个吉尔吉斯斯坦的室友，我为什么要帮他捡那个破？因为我没有那个床虫的概念，因为我不知道床虫这个东西是存在的。等被咬了之后，你全身肿起来，那个时候你也会很害怕，肯定会害怕呀。对，就是我看那个东西是杀不死的，所以我当时就想，我再也不要去他家了，因为。我不想这个全身都是这种很吓人的那种情况。对，但是很可惜，我有时候会想啊，可能是另外一种人生了，如果不经历双重事件。我懂，我真的。那这个女的是因为被你这个回忆加工了，还是说你遇到目前为止是真的比较契合的这么一个人？我觉得那个感觉蛮好的，那个时候就是我第一，他符合我的标准。我来验证一下灿叔的说法啊。变叔，今天如果有人突然按电铃，叮咚，打开门，Alan， 我都记不住他长什么样子了，真的。我跟你讲，一看到那个默契就来了。那肯定会记得的，一看到人肯定会记得。如果今天这个 Helen。回来，你们俩相遇了，你觉得你们俩会不会有机会？就是你能找回以前那种默契吗？突然哑然无语。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如果发生在西班牙，有点太不现实了。就是如果可能，如果他刚好在西班牙，对啊。如果发生的话，不是因为那个10多年前的记忆就很多很模糊了，就是就是包括对他的那个身份的信息啊，一些我们聊天的细节啊都记不得了，聊过什么都不记得，只是记得那个相处的状态都是对啊，就是那个知道那个时光是很美好的，但是。对啊，我觉得人都在改变，应该不会吧？说实话是，很多事情就是其实在回忆里头，你会更多记住好的一点，好的地方。但是回到那个时候，肯定会享受。我觉得像灿叔说的，就是回忆加工这件事情，我们有时候就是沉溺在回忆加工的情形中。对，其实现实早就不是这样了，人事已非。对，你有时候沉浸在，可能是因为你对现在的不满足，你对现况的不满意，你去加工你的回忆，希望回到那个时候。对，所以其实就像变叔说的，有时候也挺不现实的啦。而且刚才我没有想到他，因为我是从查书的故事，你俩莫名其妙，就是我说了一个，查书说了一个，然后就对这个直接转过来的。对，你本来想到谁了？这期我本来想的比较通俗的，就是高中的那个小学的老师啊。想老师，你这感觉没有料可以爆啊，太俗了，太俗了。刚刚那个好，是啊，刚刚那个好。对，各位中文学习者，你们是中级水平的学生吗？想跟2位大叔每天一起学中文吗？欢迎加入大叔小站的会员，我们有 Daily Word
Daily Shorty， 还有 ePub 电子书，还有各种主题的视频，包括 Easy Story， 成语话题、日常话题、中国话题、人生话题、心理话题。赶紧加入我们的会员吧！好 ，OK， 所以今天其实听完灿叔说的，我也很有感触，就是好朋友之间当年的那个默契是不是还在？有时候真的需要去联系一下才能确认。兄弟情，对，真的，我有时候想到我以前那些死党，我真的很怀念自己也曾经有年少轻狂的时候，但是真的时间那个时间过了就过了，不会再回来了。人真的就是这样啊，有时候你会对已逝的过往叹息、怀念、回忆，但是都过去了。我们现在就是怀念过去，我们要珍惜现在，展望未来。真的人也很奇妙，有时候我会觉得身为人很庆幸有各种情绪感受跟际遇，真的很棒。我有时候真的觉得那个感觉太棒了，喜怒哀乐，人就是这样。回不去了，我们都回不去了。可是因为有回不去的遗憾，你会觉得这才是人生，对不对？对，才会有怀念，才会有遗憾。人就是这样。好 ，OK， 今天要谢谢2位的分享。你也一样啊。我今天谢谢我3位的分享。部分竟然没有总结，总结完你的太渣了，我没有办法接受因为床宠而误解对方的事情。不过我觉得对啦，这个过去的感情有时候也让我们蛮怀念的。不用总结了，茶叔直接可以不用为总结而总结啊。对，好 ，OK， 那各位同学，你们有没有想联系的人呢？不管是老朋友、老情人，或者曾经过的 puppy love，都可以分享告诉我们。这个很多很有趣的回忆。那就是我们身为人的一个很棒的乐趣。好，我们下一期再见喽，拜拜。好，拜拜。